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最近 AI 毁灭人类的说法又兴起了，是马斯克说的，他转变真的很大。他去年3月还说，虽然 AI 教父杰弗里·辛顿认为 AI 毁灭人类的概率为10%到20%，但自己比较乐观。可是这是他1年以后，今年2月28日的最新说法。And I think the AI destroys the world in like 2029, by the way. So it's like the probability of a good outcome is like 80% likely. 80%. That's my. 又说我们良好利用 AI 的概率只剩下80%，也就是20%的概率会被不良好的利用造成灾难哦。Look familiar? 果然，他又补充说，自己之所以启动 Grok AI， 就是为了在 AI 毁灭中用 Grok AI 稍稍与之抗衡一下，帮人类多争取一点时间。这怕不是丧尸片看多了吧？然而，也就是在马斯克说着这些风人风语的同时呢，今年2月还有这样一款名为克隆的全肌肉骨骼人形 AI 机器人诞生了。当他被吊着开始跳舞的时候呢，这感觉自己看呢。相信大家对 EVA 中亚当使徒和末日感一点都不陌生吧？我们的末日图景当真是被这样一群白色丧尸一般的使徒大军追杀吗？他们是 AI， 比我们聪明，比我们强壮，比我们更加理性，也比我们更懂人性。我们如何反抗？就像 AI 教父杰弗里·辛顿曾经说过的一样，如果是青蛙创造了人类，那人类会在乎青蛙的感受吗？或许这一切末日的根源就在这位号称 AI 教父的老木匠身上。他一生都在与主流抗衡，甚至不惜去当木匠，也要捍卫理想。而他的理想是什么呢？就是创造天网，创造 AI 啊！可当他60来岁，真的让 AI 觉醒的那一刻呢，他却又后悔了，开始到处宣扬 AI 威胁论。哪怕大家都觉得他想多了，甚至诺贝尔评审团为了表彰他对 AI 的研究呢，还将202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他，又将202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他的爱徒，开发阿尔法 Go 和阿尔法 Fold 的天才科学家哈萨比斯。哪怕哈萨比斯也很乐观，说自己一定会让 AI 成为人类的帮手而非敌人，要让 AI 帮我们每个人都活到150岁。可是怪老头辛顿呢，却依旧预言 It's possible that there's no way we will control these super intelligences and that humanity is just a passing phase in the evolution of intelligence. That in a few hundred years' time, there won't be any people. It'll all be digital intelligences. 另一个层面呢，他还是黄仁勋的贵人。如果没有他慧眼识珠，英伟达 GPU 可能至今都还只用来打游戏。他也是伊尔亚的贵人，是他将伊尔亚从一个炸薯条的成人大学学生一举提拔成了 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还顺手拯救了 OpenAI， 帮他从马斯克那儿拿来了关键的早期投资。当然，这也包括他的徒孙哈萨比斯的 DeepMind 的公司，因为 DeepMind 的原始投资也是他当年出面找马斯克要来的。是不是很像一切都是早有安排？当他还不知道自己在创造什么的时候，他完成了一切；而当他幡然醒悟的时候呢，他却说一切都已经晚了，自己没有解决方案，只能把问题留给更聪明的年轻人。于是，他的爱徒 OpenAI 的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伊尔亚，在几年前 OpenAI 发表 ChatGPT 一炮而红之后呢，愤然与 OpenAI 决裂，创办了天网之盾公司，专门防治 AI 风险的。还有他的另一个爱徒 Meta AI 的负责人杨立坤，却公然指责老爷子太过迂腐，该退休了 ，AI 发展根本没有什么危险。所以你会相信谁？是 DeepMind 的活到150岁，还是 OpenAI 的人类毁灭者？又或者是马斯克的 AI 雇佣军，伊尔亚的天网之盾？还是说像杨立坤说的一样，这一切都太迂腐了？你们乐观点行不行？这大概就是今天 AI 江湖中的恩怨八卦。具体我们何去何从？或许一切故事都因这位 AI 教父而起，而看清他了，我们就能看清未来几年的走向与途径。最差也能买个英伟达的股票吧。好了，不扯远了，有关他的故事呢，我们从一张疯狂的合影说起。时间回到1871年，伦敦白利照相馆中，布尔夫妇为5个女儿和外甥拍下了这张合影。我们先说照片外的老布尔，不要怀疑，就是那位支配你高速恐惧的乔治·布尔，统治人类代数和逻辑学200余年，他也是现代计算机与数字逻辑学的奠基人。画面中间的是他老婆，也是个数学家。然后夫妇俩生了5个女儿，依次是老五安瑟，世界名著《刘蒙》的作者；老四 Lucy， 皇家医学院教授，英国化学学会的首位女院士，当今制药领域的奠基人之一。
老三埃尼卡数学家提出了多面体的概念，四维空间的奠基人之一。老二玛格丽特虽然没当科学家了，但他把儿子培养成了量子天才，长期爆炸的那颗布弹核心就是他设计的。以及最后这位老大玛丽，诗人，嫁给了一个科学怪才，而他们俩生的这个儿子呢，就是我们故事主角杰弗里·辛顿的爷爷。他这个爷爷是一个很厉害的生物学家，然后他爸爸又是一个很厉害的昆虫专家，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另外，辛顿家族这边也是学术世家，比如小辛顿的表叔就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韩丁，表姑呢则是在延安窑洞里结婚的核物理学家韩春，等等等等，我们就不展开说了。这家谱够吓人的吧？但也可想而知，如果你生在这样一个家族里读不好书，那将意味着什么？然而，我们的主角小辛顿呢，就是这样一个主啊。辛顿曾回忆说：“你们认为我一生都在与主流对抗，其实这种叛逆的根源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原来辛顿的父母都是无神论者，可当时的英国重点学校却全是教会开的呀。没办法，父母一方面让小辛顿记住宗教全是胡说八道，另一方面又为了鸡娃了，10岁的时候就不得不把他送进了一所顶尖的教会学校去读书，而且要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这你就说有多拧巴吧。小辛顿在这里感到了彻底的孤立和格格不入。他说自己曾经在一堂宗教课上忍无可忍，举手发言反驳老师，说你说什么所有的好东西都是上帝给的，好东西和上帝有什么因果关系？老师被怼得无语，只能反问，那你说好东西不是上帝给的，又是谁给的了？结果小辛顿大声地说 Russia， 俄国呀。真的说到这里，我都不知道怎么往下说了。辛顿出生于1947年，这事儿发生的时候应该是1960年左右，正在冷战呢。只能说人家老家过硬，小孩就会够霸气。接着高中时期呢，叛逆的辛顿成了学校里的朋克小王子，据说没有老师敢管他，他的伙伴也都是一群叛逆的差生。但这其中呢，有一个叫做伊曼哈维的人不一样，属于那种整天和你逃课打游戏，但成绩却总比你好上一大截的家伙。他有一次跟辛顿说，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是一种全息投影的存储模式，哪怕把脑瓜子挖掉一勺子，也不影响他记忆和思考。巴拉巴拉一大堆，听得辛顿对他崇拜至极啊，甚至发誓要追随他一起去大学研究大脑。果然，这老哥后来顺利的考入了剑桥大学的数学系，至今都是可进化机器人领域的翘楚。而我们的小辛顿呢，不用想了，就像人大附中最差也能保送人大一样，辛顿也被保送进了剑桥，读物理和化学专业。可是辛顿只读了1个月就退学了，理由是当时我18岁，第一次离家，学习很难，没有姑娘，我很郁闷。真的没有姑娘，我反复看了好几个采访，辛老爷子就是这么说的。好吧，如此抽象的大学室友，大家不妨对号脑补一下。接着，辛顿退学以后就跑去伦敦混社会了，一边当木工，一边读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而且还全是压抑文学，像是《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期间呢，估计是实在架不住爹妈唠叨，1年以后，他重返剑桥学建筑专业。可这次更夸张，仅仅读了1天就又不读了。难道是建筑系的姑娘更少？他后来自己这么说，我去读建筑系之前，在一个建筑师的工作室里待了一整个夏天。我原本以为我会和他一样，在剑桥的桌子前设计一些宏伟的建筑。然而我到剑桥后才发现，他们全在讲这超预算的呀，我们是要用个便宜点的地板，还是便宜点的门把手？去他的，这是建筑系！很快，辛顿就转到了剑桥大学的生理学系。本来上了几节课就准备拍拍屁股走人，这太没意思了。但是他听说下个学期老师会讲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这个他超级感兴趣啊！自己当初最喜欢的就是大脑了。可是好不容易熬过了这2个学期，老师开讲大脑了，他是这么说的：诸位听好了，大脑是这么工作的。第一，它有数万亿个神经元细胞；第二，神经元细胞有树突和轴突；第三，轴突放出电信号和化学信号，树突接受；第四，没了，下课。你这逗我玩吧！辛顿听后直接暴走的认为，你们这帮生理学的菜鸡根本不可能搞懂大脑，要搞懂大脑还得靠哲学。于是辛顿又转去了哲学系，可哲学是一个强调思辨的专业啊，而思辨叛逆这辛顿最在行了。没几天他就和导师吵得不可开交，很快便得出结论：去他的哲学系，菜鸡而已。就这样，辛顿又来到了他认为最有可能接近大脑的专业——心理学。而这次不可能换的呀，你马上要毕业了，赶紧的！不知道是不是在老爹的安排下，他
他于1970年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实验心理学荣誉学士的身份毕业了。真的，学士还能有荣誉等级，可见他当年是顶着多大的家族压力啊！我好像听到有些人在说，我们布尔家、我们辛顿家200年了，竟然出了一个荣誉学士。然而，这一切改变不了辛顿的决心。他后来说，我可能有一种学术多动症，无法安心学习。但很显然，他始终知道他要研究大脑，只不过当时各种学科都无法理解大脑而已。本来想要研究大脑，只要你乖，别整天怼导师，那些祖上3代的大神亲戚们谁不能给你安排安排？然而，辛顿却再次选择了叛逆。他毕业以后跑去伦敦干部匠活糊口。但说来也巧，辛顿这次似乎真的是叛逆对了，因为就在他干部匠那会儿呢，有关人工智能的研究有了进展。学术圈分出了3大学派：第一，行为主义，认为人工智能也应该和人类一样，先对环境观察，然后再做出动作，得到环境的反馈，判断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随后将这一过程存储学习，做出新的动作，让环境再次反馈，这样就能让智能一点点学习并进化。因此，这一学派也被叫做进化主义。听上去很完美，但实操起来困难重重啊！这种硬件水平，我们现在都还是够不着的，当时就更不用提了。因此，当时这一学派的研究主要方向，其实就是集中在搞高达、搞机甲这一块上面，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机甲片、我们的高达 EVA 都是来源于这一思想。第二，符号主义，认为一切从逻辑出发，只需要用辛顿祖上布尔教授的符号逻辑编程模拟，就能让计算机拥有智能。比如著名的国际象棋计算机深蓝就是这个主义的产物，通过把每颗棋子价值化，每一步逻辑化，再用程序穷举运算对比，它完成了对人类国际象棋大师的击杀。按理说，辛顿祖上就是这个学派的开山鼻祖，自己想要研究加入进去，随便混混也能混得有所成就。但是叛逆的辛顿却认为，祖上能当饭吃吗？又没姑娘，我偏不研究这个方向。那就只剩下当时最后一个非主流方向了。第三，叫做连接主义。这个主义来自图灵，图灵曾经称呼自己的研究是一场模仿游戏。我们既然搞不清大脑的原理，那就不要搞清，只需要模仿上帝，让计算机像人脑一样工作就好。这段图灵的故事我们专门说过，真的就像冥冥中一切都有安排一样。图灵和辛顿都是英国人，都有世家贵族的那种气质，都是因为朋友的启发而发誓要破解大脑之谜。可图灵是一个安静喜欢一个人跑步的男孩，辛顿却是另一个极端的叛逆。两人不约而同地认为，与其破解上帝，不如模仿上帝。我们用计算机模仿一个人脑神经元工作的黑箱就好，让它开始运作，它就能随着硬件的升级、训练的增强，慢慢发展出智能。这大概就叫做神经网络吧。当时没有人看好，听上去就跟玄学一样。结果，辛顿却忽然在做木匠的时候听说，爱丁堡大学有个希金斯教授正在研究神经网络，于是他二话不说，立刻前往爱丁堡拜在了教授门下。这年他25岁，踌躇满志。然而，万万没想到，自己刚到实验室，就碰上了一件无比恐怖的事情。时间回到1972年秋天，教授希金斯忽然把大家都叫了过来，围成一圈，没有说话，而是环视众人。辛顿才刚来几天呢，就碰上这么肃杀的阵仗，他有点不明白。但忽然他听见学长学姐们开始纷纷应和，有的说对，我们现在的硬件条件根本无法模拟大脑，有的则说要行得通，图灵当年就干了呀，还轮得到我们吗？而最理智的学长们呢，则直接甩出了一句当时的名言：不要模仿上帝。这是一句对人工智能神作感知机的总结。这本书当时很火，本来感知机这是美国那边开发出来的一种神经网络机器，一度非常火热，因为它证明了神经网络可以在无限次的训练循环中学习任何任务，只要这些任务是你的大数据参数能够体现出来的就好。可是不知不觉当中呢，这感知机都已经开发出来10多年了，却还停留在理论证明的阶段。不少人都在这条路上感到绝望，因为当时的硬件限制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当时哪来什么大数据去训练你的神经网络啊？磁盘都还是8英寸的样子，容量不超过1MB， 就算你用1亿张磁盘叠出来了1亿 MB， 也就是100T 的容量，虽然够训练的，但你这100T 的数据难道要靠手打入电脑吗？
所以1969年的感知机出版，几乎就是给连接主义和神经网络直接判了死刑，不要模仿上帝。虽然路线可信，但人类毕竟是人类而已。当学姐学长们说完这些话了，不一会儿，实验室里又安静了下来。希金斯教授果然也拿出了一本感知机，放在桌子上。此时无声胜有声了，大家都明白我们的教授叛变了，要带我们一起奔向光明的符号主义了。大家甚至都有点高兴，因为符号主义好发论文好毕业啊。然而我们的辛顿这个时候在想什么？我当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呀，但我可以肯定他心中一定是万马狂奔，何去何从？是再一次掀桌子开怼，还是立刻二话不说甩他一脸，然后潇洒的回去当木工？我在读到这段故事的时候，脑海里一直有一个辛顿老爹手眼通天的形象。虽然各种资料里从来没有提过他的老爹和家族，但是不信你试试，别说剑桥、爱丁堡了，你随便找个三流大学，能4年换5个专业，还说到希金斯实验室读硕士就读硕士，这里可是培养过2名诺奖的殿堂级实验室啊，不可能的，天才如牛顿当年都没有这个待遇。所以很可能希金斯教授也是顾命大臣，早就被辛顿爹妈家族打过招呼，帮我们好好管教这粒子。果然，接下来希金斯教授还有绝招，他看着即将爆发的辛顿，总算说话了。他说：“当然，你们也可以用作品来证明符号主义是错误的，神经网络可行。尤其是你，辛顿，我看得出来你想这么干。”辛顿回复说：“半年，你给我半年，我绝对证明符号主义的错误。”好，就这样，希金斯教授一个江湖套路就降服了辛顿。可半年之后怎么办呢？很快，半年时间到了，希金斯就像把这事儿忘了一样，提都不提。是辛顿主动过来找教授，教授都没说话，辛顿就开口了：“再给我半年，我证明你是错的。” OK， 就这样，希金斯教授再次给自己续命半年。辛顿就像一条鲢鱼啊，虽然每天在实验室里和各种学长学弟吵得不可开交，但这也好，拓宽思路，激发讨论。希金斯教授默默地把控着这一切。于是又过了半年，辛顿又来了，又把给我半年的时间这话重复了一遍。希金斯教授不愧是教育大家，将计就计，半年就半年，我等得起。就这样，半年，人家都好几届学弟学妹都毕业了呀，辛顿还在每天为什么神经网络和后来的学弟学妹们大吵大闹。就这样，一直半年了，整整12个轮回，6年过去了呀，这都1978年了。希金斯教授估计实在有点扛不住了。总之，他被希金斯教授强行给毕业了，获得了爱丁堡大学人工智能专业的 PhD。这怎么看着就有点被扫地出门的味道啊！但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听说美国那边不少大学都在研究神经网络，于是辛顿决定去美国发展。起初来到美国大约有4年的时间，辛顿又干黄过2所大学的职务，直到1982年，辛顿入职了卡内基梅隆大学。他却忽然发现，怎么这么顺利？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想找个权威怼2句都找不到，因为整个大学神经网络几乎只有自己在研究啊。可明明美国这边很多同事都已经给神经网络判了死刑了呀，又为什么自己的研究会如此顺风顺水？甚至1年后，梅隆大学都直接给他了计算机系副教授的职称。他这个反骨仔忽然有点受宠若惊了。这年辛顿36岁，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因为在美国他终于找到了姑娘，名叫罗莎，自称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也是加州大学的生物分子学家。两人在1983年正式结婚，家庭美满，事业上升。辛顿这把宝刀也似乎终于被装入了刀鞘，同时研究上他也突飞猛进。到了1986年，沉寂或者说坚持了20年的辛顿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他和另外2名同事用这篇通过反向传播误差来学习的论文引爆了整个人工智能领域，因为它证明了神经网络不仅有单层，还可以有多层结构，用来进行机器的自主深度学习。同时，这种多层神经网络的结构也让我们之前曾经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天顶星级别算力大幅降低，甚至成为现实中可以够得着的东西。具体说来，这就叫做反向传播算法，是根据错误结果和正确结果之间的误差，让神经网络自动调节算法参数，提高下一次回答正确的可能性。比如后来我们熟悉的 AlphaGo、ChatGPT 都是基于这种多层神经网络的结构开发的。虽然回到辛顿当时的1986年，算力还达不到，可是大家都知道，根据摩尔定律，每18个月算力翻番来看，这种辛顿预言中的算力很快就能实现。因此一夜之间呢，研究大地震，所有人都在说，难道这么多年我们错怪神经网络了？难道辛顿是对的？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对叛逆者最大的认可。辛顿似乎终于要迎来自己逆风飞翔的时刻了。然而，可怕的现实却再一次击响了他的反骨。如果是你在被白眼了20年后，终于有一天用事实说话，让那些白眼者们忽然都对你投来了敬佩的目光，你会为某些东西而放弃这一切吗？恐怕很难。但辛顿却在1987年忽然离开了梅隆大学，举家搬到了加拿大，再次隐居。原来只因为他发现这些年的顺风顺水，全是因为梅隆大学给自己的是军方资金。当美军得知辛顿教授的神经网络成功的时候呢，立刻表示我们将继续加大投资，请你为我们研发武器。2023年，辛顿曾在采访中说，我当时的大部分 AI 研究资金来自五角大楼，这与我反对将 AI 用于军事的价值观冲突，因此我选择离开。看似淡淡的回答，这背后可是辛顿一生当中最宝贵的20年呢。他为了信仰抛弃这一切，真的就像一个俄国革命家一样。他到了加拿大高级研究所，准备重新开始。至于资金和生活费，自己还可以抽空去多伦多大学教书。就这样，你无法想象没有国家、没有军方和大资金的支持，你想用1987年的电脑玩深度学习，你还要等多久啊？当时辛顿手下有一个博士生，法国小伙杨立坤，他后来就是 Meta AI 的掌门人。他当时就帮辛顿算过，如果摩尔定律不出意外，那么你这一等待的时间将是50年，也就是2037年左右。到时候的算力你可以用来训练神经网络了。然而那个时候呢，你可都是90岁的老朽了呀，你等得起吗？杨立坤自然是等不起了。第2年他就跑去贝尔实验室，用当时深度学习已经可以识别手写字的算法，抱上了银行爸爸们的大金腿。可辛顿这边不为所动，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人工智能，自己还在等待一个奇迹的降生，而这个奇迹呢，就叫做英伟达。时间来到2002年，英伟达还在帮 Xbox 赶制 GPU，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某个星期天，据辛顿回忆说，我当时正在办公室里敲代码，忽然听见有人敲门，敲得很急。我开门一看，是个年轻的学生。他说自己整个暑假都在炸薯条，对机器学习很感兴趣，想来我实验室工作。辛顿本想婉拒，于是说：“那我们约个时间聊聊吧。”可小伙却说：“何不就约现在了？”聊完以后，辛顿把那篇自己的成名作反向学习给他，让他看看以后下周再来找自己聊。结果到了约定的时间，小伙来了，说我没看懂。一时之间，辛顿有些失望，心里还在暗想：看着挺聪明的一个小伙啊，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链式算法都看不懂？然而，正当辛顿提出这一疑问的时候呢，小伙立刻说：“不，我不是这个没看懂，我是说我不懂这论文的作者为何不给里面那个合理化函数优化器加一个梯度，这明明可以更高效啊！”就这一句话，让辛顿惊为天人：“你是何方神圣？”而那小伙答：“我叫做伊尔亚·舒斯克维，来自以色列，读过2年成人大学。”就这样，炸薯条的伊尔亚成了辛顿的首席爱徒。这爱徒又跟老师说：“您打游戏吗？我知道一家叫做英伟达的公司正在生产 GPU， 大家都用它打游戏，但我却认为 GPU 如果用来训练神经网络，那效率会提高数十倍啊 ！GPU 就像一个个小房间，和 CPU 比，里面坐的全都是计算菜鸡，但这些菜鸡帮我们反向学习完全够了呀！您何不试试了？”可是，一张游戏显卡怪老贵的，实验室没经费啊。于是辛顿就决定亲自刷脸付款。他给英伟达发邮件说：“我向1000名机器学习的专家推荐你家的显卡，你能送我一张吗？”结果那边回复说：“不行。”妈，辛顿亲口说：“开玩笑的，那边没有回复不行，而是根本回都没回邮件。”后来我把这事儿告诉黄仁勋，他马上送了一张显卡给我。不扯远了，故事回到2006年，当刷脸付款失败以后，实验室斥巨资购买了一块尝试训练，结果立刻提升了30倍效率啊！辛顿似乎看到自己一直等待的奇迹，就是你啊，英伟达 GPU。就这样歪打正着，黄仁勋也即将被辛顿捧上神坛。而这个时候的黄仁勋还根本不知道这一切，他正在破产的边缘徘徊。然而一切在2012年突然天翻地覆。黄仁勋当时为何濒临破产？因为他投入数十亿美元开发的CUDA大通用计算机显卡遭遇了市场重挫。可黄仁勋不知道的是，就在2012年，英伟达穷途末路之时呢，辛顿实验室当中，伊尔亚正在用他的CUDA大训练视觉识别 AI， 训练结果出奇的好啊！结果CUDA大帮伊尔亚拿下了视觉识别大赛的第1名。
英伟达酷大显卡也同时被证明是专为 AI 而生的神卡。黄仁勋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当然，这会儿的黄仁勋还要再挣扎几个月，各大科研机构还需要时间依次反应过来找黄仁勋买成堆成堆的显卡。可是时间不等人，在辛顿这边看来呢，自己好不容易又等了25年才等来的奇迹显卡，哪能让别人抢先一步喽？辛顿也需要成堆成堆的显卡呀，黄仁勋当时又不给他刷脸支付，怎么办？于是辛顿向自己那个曾经商业嗅觉敏锐的徒弟杨立坤求助。可杨立坤这会儿也不好过呀，贝尔实验室都黄了。但不要紧，辛老师，你可能不认识吴恩达，但我告诉你，他可是你的精神徒孙呐，也是我们深度学习教派的拥趸。他现在正在主管谷歌大佬，用的就是咱们的深度学习。你创办一个公司，他绝对收购。就这样，辛顿仅仅成立4个月的 DNN 公司被谷歌斥资4400万美元收购，啥都没有，相当于4400万美元买了几篇论文而已。但这足够了，辛顿用这4400万美元成了黄仁勋的大客户，深度学习背后的那个 AI 也终于要在英伟达显卡当中慢慢觉醒了。难道这一切都是天意？接下来的故事更加天意。时间来到2014年，辛顿的另一个好徒孙哈萨比斯创立了 DeepMind 没钱了，不得不卖身。这个故事我们聊聊频道专门说过，当时谷歌 CEO 开价6.5亿，而 Facebook 的扎克伯格一听，立马 double， 不管谷歌给多少，我都给你2倍。然而，为什么哈萨比斯最终没有把公司卖给扎克伯格了？其实这是因为他继承了辛顿的怎么说白魔法，他给收购开出了一份道德与安全审查协议，就是说不能让自己干那些可能不道德、可能会危害人类安全的事情。可什么事儿不道德，什么事儿会威胁人类安全，完全没标准呢？你这就相当于指着谷歌 CEO 的鼻子说，爱买不买滚，而且哪怕你买了，你也不能管我。这差点没把谷歌内部的一众高层给气炸了呀！但是辛顿却非常欣赏这份协议，因为他早在1987年就意识到了 AI 的危险，这东西势必比人类变得更聪明了。如果用它制造武器，那自己也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可如今用它来搞谷歌大佬，搞图片识别了，或许还行吧。但我这个徒孙哈萨比斯开出了一份安全协议，这证明他看得比我还远，很聪明。于是，在辛顿的担保和游说下了，谷歌最终接受了这份协议，达成了收购。这也就是我们2016年看到的阿尔法狗击败了李世石和柯洁，让人类在围棋上也被碾压，真的是惊为天人啊！与此同时呢，2015年，辛顿也鼓励爱图伊尔亚自立门户，与几个朋友创立了非盈利组织 OpenAI。本来 OpenAI 继承的也是白魔法，可是当2022年 OpenAI 发布 ChatGPT 震惊世界以后呢，辛顿意识到那个魔王要诞生了，它叫做资本、商业和竞争。就像 AI 在借助商业竞争让自己彻底逃出牢笼一样。2023年1月，微软眼看着自己随手投的 OpenAI 搞出了 ChatGPT， 就立刻再追加了100亿美元的投资。而就在这种大背景中呢，辛顿意识到这是一场各大商业集团的 AI 军备竞赛。糟了，我当初还把所有的训练模型都给开源了。用辛顿的话说，他开源的那些东西就像奥本海默他们当年最难获得的那些浓缩铀。为什么原子弹的原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依旧没有几个国家能造得出来呢？因为各大国早就封锁了浓缩铀这一关键的原料和制备器材。而现在这场全新的 AI 军备竞赛中，这些东西却全都是开源的。很快，竞赛就将从商业集团蔓延到国家层面。2023年1月，就在我们还在为 ChatGPT 欢呼的时候呢，辛顿忽然意识到自己亲手创造的怪物就这样不知不觉中逃出了牢笼。虽然他知道自己无力回天，但他当时立即做了2个决定。第一，爱图伊尔亚，你立刻离开 OpenAI， 我这里还有密不外传的终极白魔法，你拿去赶紧做一家天网之盾公司，能帮人类续几秒就续几秒吧。第二，我自己也必须再次穿上反骨仔的战衣，此后余生只干一件事儿，那就是不遗余力的狂喷 AI， 毁灭 AI， 我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这是灭世级的灾难。于是2023年5月，师徒2人毫不留恋，一个离开了躺在100亿美元现金上的 OpenAI， 一个则在反叛了足足43年以后，好不容易迎来了自己被认可、获得诺贝尔奖的时代，却选择了继续反抗，离开谷歌，狂喷昔日的自己。我忽然想到了《孤勇者》这首儿歌，想到了那句孤身走暗巷，对峙过绝望，披着破烂的衣裳，却要去赌命运的枪。
我都为老爷子感到几分悲凉啊！可人类的未来究竟何去何从？2024年春天，马斯克致电老朋友辛顿，辛顿这些年也确实帮马斯克赚了不少。不说辛顿有没有在2012年就让老马坚持买入英伟达股票吧，至少公开可查的，辛顿的2个爱徒徒孙创办的 OpenAI 和 DeepMind 的时候，他都让老马参与过早期投资。可是就在2024年6月，辛顿却说马斯克邀请我加入他的 XAI 科学顾问委员会，讨论 AI 安全问题。可我们通话20分钟以后，我就挂断了。马斯克渴望成为焦点，我不再认为他是我的朋友。接着到了2024年12月，辛顿却又和老马忽然站到了一个账号里面，他公开支持马斯克起诉 OpenAI， 因为马斯克是早期投资者，有决策权，可 OpenAI 现在已经黑化了，不受控了。难道这是辛顿在借马斯克之手，想再次影响 OpenAI 的决策吗？还是说这期间老马的 XAI 白魔法大军的想法打动了辛顿，两人决定再次联手？然而翻脸比翻书还快呀！就在我写这篇稿子的同时，2025年3月，辛顿又在 X 上炮轰老马，联名数千位科学家签署公开信，要求英国皇家学会开除马斯克的会籍，因为他对美国的科学机构构成了巨大的损害。这是因为老马查账惹的祸吗？不知道，反正老马回怼说，只有胆小缺乏安全感的人才会关心什么会员资格，历史是真正的评判者，永远都是您上述评论是轻率无知、残忍和虚假的。老马很鬼啊！说完这些批评以后呢，话锋一转，最后又说，但话说回来，哪些具体的行为我需要改正，我会犯错，但会努力的快速改正。看来老马还是敬重辛顿。可另一位大弟子杨立坤呢，却似乎已经走上了彻底欺师灭祖的道路。这是2020年5月杨立坤的言论。他说辛顿应该退休了，他职业生涯的目标就是发现大脑学习的原理，结果他误打误撞搞出了反向学习算法，一下子就破解了大脑之谜。也许因此呢，辛顿的人生目标就消失了。虽然他贡献很大，可他现在却变得偏激，认为 AI 有主观体验。他们真的能切身实地感受到自己说的话？我完全不认同这个观点。我认为他错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可能是因为他已经退休了，觉得自己不能再为这个领域做贡献了。面对大弟子的公开质疑了，辛顿则在一次采访中故意透露出来了终极杀手锏。就像杨立坤说的一样，我离开谷歌时已经75岁了，无论如何都到了应该退休的年纪，但同时我也是为了用这一行动来警告 AI 的风险。至于我为什么害怕 AI 的原因，则是因为我正在尝试找到 AI 耗能的终极解决方案，它的能耗应该降低至人脑的能耗30瓦，而非现在动辄上百万瓦的规模。所以辛顿老爷子这是在说什么？他也是要白袍变黑袍了吗？开发出和人脑一样只耗能30瓦的人工智能，那和灭绝人类有什么两样？然而转念一想，这会不会才是真正的天网之盾呢？未来挡在我们面前的，难道真的是一群和我们一样靠生物电就能驱动的白袍 AI？ 我专门查了一下，辛顿研究的这个方向其实就是更进一步的模仿大脑。我们的大脑之所以耗能低，全是因为我们不去记住很多细节的信息，而是抽象的记住大量的经验。可是如果当真 AI 抛弃了自己的高耗能、高记忆量，未来变得和我们人类一样，用心思考，用经验抽象，那他们又和我们还有什么两样呢？或许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可以更容易的实现硅基永生、上传意识，而这就是哈萨比斯说我们都能活到150岁的真相吗？或许最后的末日预言让人更加不适，变为数据，不断的转增到一具具新造的肉体当中，这会不会比毁灭本身更加可怕？因为上帝给予过我们世界上唯一公平的东西，死亡现在也要被剥夺了。Humanity is just a passing phase in the evolution of intelligence. That in a few hundred years' time, there won't be any people. It'll all be digital intelligences. 真的不能再往下说了，故事忽然变得阴暗，一切当真是 AI 早就预谋好的图景吗？最后，本周的会员影片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个光明一点的结局吧。大家有没有想过，既然我们是靠着模仿上帝而创造了 AI， 那理论上上帝创造我们时植入了多少爱心、友善和臣服？那我们模仿上帝所创造的这个 AI 也应该拥有同样的本心呢？或许当 AI 真的越来越像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将是另一幅无比感人的故事。就像早在1976年科幻大师阿西莫夫就写过的一样，200岁人，那或许才是一个真实的 AI 与人类的故事。
黄仁勋 GPU 训练出来的，或许真的只能叫机器。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只懂杀戮的是机器，智慧必然有爱心，可人性却是一半杀戮一半爱心，难道我们是残次品吗？